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房屋面对面，我是王宇田。我们知道前几年澳大利亚一直是作为反华的先锋冲在了最前面，而最近呢，澳大利亚的态度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我们中国呢也欢迎澳大利亚这种变化。就在最近我们国防部的代表团在坎培拉跟澳大利亚的国防部进行了一个会谈，双方呢要加强两军之间的交流。在美国跟中国的军事交流全面冻结的情况下，中国跟澳大利亚的军事关系突然升温了，这个究竟代表了什么？今天我们请来了军事专家王云飞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军事交流的升温，是不是意味着两国之间关系向好？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大家都知道，在澳大利亚前任政府的时候，不光是两国政府，两军之间的关系都已经中断了，以至于在去年5月份发生了澳大利亚军机在南海被中国撒斜波条，造成它非常一个窘境的这么一个事件。那么两军的关系不好，那么两国军事行动之间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摩擦。而现在呢，现任政府呢有几个积极的信号，非常值得大家关注。一个，现任政府比较少提所谓的台海的问题了，这和过去不一样。过去那一届政府3天2头，或者是过一阵就会提台海问题，现在他至少说是淡化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两国的经贸关系呢又比过去呢缓和了。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也恢复了买澳大利亚的煤了，这是对双方都是一件好事情。现在两国的防务部门之间恢复交流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指标性的意义。中美关系现在处于一个僵局，而澳大利亚为什么现在和中国防务部门之间能够展开交流呢？主要还是澳大利亚改变了态度，它有诚意和中国防务部门呢进行接触，所以这才是最主要的。中美关系主要是美国在一直挑衅中国，在军事行动的在南海、台海这个地方3天2头来挑衅中国，而澳大利亚大家看到了吧？今年以来这样的动作几乎没有。我们不能说澳大利亚完全放弃了过去那个做法，但是至少说比过去要少多了。也就是说中国是愿意和西方这些国家加强两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接触，包括防务部门的接触。关键你对方呢要有诚意，要有善意，不要有敌意，这是最起码的。这个对缓和地区的局势乃至全世界的和平发展都是有好处的。中国是有这方面诚意的，而美国在这方面呢始终解开不了这个结。我觉得中澳之间的防务部门交流对中美之间军事关系的改善是一个有益的启示。王老师我们知道澳大利亚作为五眼联盟之一，那就是美国的这个铁杆小弟对，而现在这个铁杆小弟跟中国之间关系搞好了，是不是他想承担一个中美之间他们这个信息传递的这么一个任务呢？应该说有这方面的信息。当然了，澳大利亚并没有说他是中间的一个传递人，这需要美国方面呢你来仔细的观察。当然了，澳大利亚呢和中国的关系和中美之间呢又不一样，尽管他们两个是一个铁盟，但是澳大利亚我觉得现任政府呢要比上任政府明智在什么地方呢？其实中澳之间它在安全这方面没有矛盾的。澳大利亚过去有些人脑子发胀，说中国会攻打澳大利亚，这是个笑话吗？中国在那个地方有这样的战略需求吗？根本就没有我觉得这是澳大利亚最明智的一个地方，这对发展两国的关系，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这是都是有好处的。就是网上有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电视节目，里面呢有一个片段，演员们扮演澳大利亚的这个政府一个官员，问一堆澳大利亚的将军，我们澳大利亚采购这么多武器，究竟要打谁？大家都说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之类的，有具体的对象吗？然后说我提一个吧，大概就是中国了。那说我们为什么打中国呢？我们要维护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然后别人就问了一句，我们为了维护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采购武器来打击中国，大家不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吗？所以呢，这个讽刺性的这个小短剧它就道出了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一个实质，那就是澳大利亚一帮人就像您说的，脑子不清楚，就没有一个逻辑的概念。中国澳大利亚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安全上的一个瓜葛，两方只有贸易关系，可以说这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两个国家关系的一个样本，他非要把这个关系给搞坏，这个呢他自己吃亏，只能说是他活该。现在他终于意识到问题了，那我们呢当然也欢迎，毕竟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更好。好，本期节目我们先讲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下期再见。